最近在欧洲获准欧洲的格鲁吉亚和罗马尼亚举行了大选，结果按德国媒体的说法，两国都选出了亲俄的国家领导人，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怪象：格鲁吉亚这个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反对派不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对派组织一场又一场游行示威，而且大部分都是年轻人，着装及动作几乎整齐划一，很有熟悉的颜色革命的套路，所以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底谁在后面运作，谁会从中受益。罗马尼亚的右翼参选人乔治斯库在本次选举中获胜，德国媒体说此人亲俄，于是在欧盟的支持下，罗马尼亚有关部门宣布此次选举无效，需要再选一次。原因是乔治斯库在中国的 TikTok 上进行竞选，大获成功。欧盟怀疑，大家注意啊，是怀疑 TikTok 没有采取足够措施来阻止外国势力介入政治竞选。现在欧盟甚至对 TikTok 发起诉讼。你们看，千错万错，就是 TikTok 的错，就因为它是一家中国公司，怎么不见他们对美国公司发起诉讼呢？不得不让人感叹，西方的所谓民主选举，符合我的才是合法选举，否则就是不民主非法，重新选举，直到西方满意的结果为止。现在他们真的连装都不装了，遮羞布也不要了，此类民主也太不要脸了吧。不仅美国，现在欧盟也在找茬，把 TikTok 禁了。其实还是因为普通老百姓可以在 TikTok 上民主发声，发表最真实的东西，让人民发现真相。这非常不利于西方传统媒体给他们的人民洗脑，也不利于所谓的民主统治。西方的吃相啊，现在越来越难看了。欧盟这是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让全世界人民看到西方的所谓民主选举到底是什么货色。我们来看看欧盟想如何收拾 TikTok。 这是德国国家媒体德国电视一台的报道。因罗马尼亚总统选举，欧盟委员会对 TikTok 提起诉讼。外来势力是否通过视频平台 TikTok 干涉了罗马尼亚的总统选举？欧盟委员会希望调查该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要求。欧盟委员会已就现已取消的罗马尼亚总统选举对在线平台 TikTok 提起诉讼。正如布鲁塞尔当局所宣布的那样，其目的是审查这家中国公司是否采取了足够的措施来防止外国势力干涉罗马尼亚的选举。具体来说，布鲁塞尔当局希望查看 TikTok 的推荐系统及影响用户显示哪些内容的平台算法，重点将放在协调不真实的操纵和服务的自动使用上。重点还包括 TikTok 如何处理政治广告和付费政治内容。欧盟法律规范社交媒体平台的规则。在有严重迹象表明外国势力在 TikTok 的帮助下干预罗马尼亚总统选举之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现在将进行彻底调查，以确定该公司是否采取了充分措施来应对此类风险。只要我们怀疑存在此类干扰，尤其是在选举期间，我们就必须迅速果断地采取行动。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案 DSA， TikTok、脸书、X、谷歌等平台必须比以前更快、更严厉地打击互联网上的非法内容，否则他们将面临罚款。原则上，脸书和 Instagram 等大型提供商必须比小型提供商遵守更多的规则。欧盟当局希望先收集更多信息。欧盟委员会现在希望在当前的诉讼程序中收集进一步的证据，例如通过面谈。随着诉讼程序的启动，目前只对一个疑点进行调查，结果尚未最终确定。12月初，布鲁塞尔当局已指示 TikTok 冻结并保留所有与欧盟选举程序的实际和可预见系统风险有关的数据。这家中国公司否认了这些指控。我们在全球150多场选举中保护了我们平台的完整性。一位发言人在回答询问时说，我们不接受有偿政治广告，我们会主动删除违反我们政策的内容，如虚假信息、骚扰和仇恨言论。TikTok 希望继续与欧盟委员会以及地区和国家当局合作。罗马尼亚检方调查竞选资金问题。
在亲俄右翼激进分子卡林·乔治斯库成功当选总统后，罗马尼亚最高国防委员会 CSAT 对 TikTok 提出了严重指控。该平台在发布的宣传材料中没有指明他是一名政治人物。罗马尼亚检方目前正在调查乔治斯库的竞选方法及其资金来源。乔治斯库主要在 TikTok 上开展竞选活动。好，朋友们，接着我们来看看德国国家电视一台在 X 平台上网友们对此报道的评论。在 X 平台上使用的标题与报道本身的标题不太一样。可能干预选举，欧盟委员会对 TikTok 提起诉讼。第一条评论：究竟谁开始对德国公共媒体及国家媒体不断干涉选举和进行片面政治宣传的行为提起诉讼？是时候了。下一条评论：如何证明 TikTok 干预了选举？有人证明过吗？如何证明？西方阵营做了多少宣传？对选民的影响多深？这样取消选举就 OK 吗？我不这么认为。继续往下。很明显，俄罗斯人通过 TikTok 操纵了选举。我们再往下。TikTok 是中国军队摧毁西方的工具，西方必须先摧毁 TikTok。下一条评论：天哪，所有这代孩子很快就会从 TikTok 转向 Insta， 请不要啊！那个平台上已经有足够多的脑残了。继续往下。是呀，欧盟唯一能做的事也就是禁止了。我们再往下。慢慢的，我不服了，我以为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下条评论：欧盟干涉所有欧洲国家的选举。我们继续往下。欧盟应更敢于学习朝鲜。我们再往下。奇怪呀，公共媒体做的没什么不同，却仍然不受质疑。下一条评论：你简直可以闻到精英们的恐惧，哈哈。我们继续往下。可能干预选举，欧盟委员会对德国电视一台和德国电视二台，俗称国家广播公司，提起诉讼。好，我们再往下。从什么时候开始，影响选举是非法的？下一条评论。但是德国国家媒体一直在影响选举。让我们继续往下。朋友们，这是目前为止点赞最多的一条评论。他说：我们正越来越深地滑向一个非常危险、极不民主的极左泥潭，难以置信。我们再往下看吧。强大的 TikTok 主宰了欧洲的选举，而不是由德国电视一台和德国电视二台领导的100亿欧元的德国国家媒体小矮子。你们是新保守主义国家电台的小丑事件。下条评论：这才是干预选举。于是呢，这位网友贴出的是2条新闻，左边的新闻大意是德国知名环保积极分子到美国帮助哈哈姐助选，右边的新闻大意是德国社民党副主席到美国帮哈哈姐助选。下条评论：对我来说，犯罪分子已经接管了欧盟，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获取信息主权，但他们不会成功。即使他们摧毁了 TikTok， 还会有新的平台出现。精灵已经从瓶子里面出来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更好地了解自己。就像许多其他媒体一样，公共媒体也就是国家媒体已经完全腐化。在德国，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德国，利用了一个国家补贴的非政府组织的谎言，对德国选择党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抹黑运动，这也是一种操纵。事实上，所有的舆论也都是被操纵的。欧盟的这些人真正想要的是，只有他们才能操纵我们的舆论。下一条评论：干预选举，每个政党、每个政客和所有媒体都在试图干预我，那又怎样？他们现在都被关掉了吗？我早就知道我选什么了。我们继续往下。欧盟最好像朝鲜一样，只允许国家组建的自由媒体存在。我们继续往下。可能干预选举，因为干预各种选举，欧盟委员会
对欧盟委员会自己提起诉讼。让我们再往下，做好万全准备，以防德国的选举结果不尽如人意。下一条评论：欧盟是否又一次害怕选民不像他们希望的那样投票？我们再往下，这已经是为我们的联邦选举准备的话语术了，以防德国选择党获胜。只有正确的所谓好人获胜，民主才是正确的，这是无与伦比的奇观。下条评论：我想德国电视一台每日新闻频道正在影响我的投票决定，到了对德国电视一台提起诉讼的时候了。我们继续往下，对你们德国电视一台提起诉讼如何？我们再往下吧。最好彻底取缔，这个平台就是垃圾。下条评论：起诉的程序是什么样的？你们断言干预选举就是干预吗？并坚持此断言的正确性？这正是我们的民主。下条评论：换句话说，不准有言论自由。继续往下，欧盟委员会何时才会对侵犯言论自由和完全愚蠢的行为对自己提起诉讼？我们再往下，我曾经是欧盟的粉丝，但这样的例子表明，欧盟应该解散，需要一个新的开始。下条评论：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仍然在这个到处燃指的团伙中，欧盟和自由显然已经水火不容。继续往下看，独裁也是这样开始的。好，我们再往下看啊，欧盟正变得越来越集权。下一条评论：谁不喜欢我们，我们就起诉他。继续往下，欧盟委员会正在干涉我们的竞选活动。让我们再往下，标题错了，应该是针对言论自由的审查制度。下条评论：一，我没有发现任何选举干扰。第二，各政党在 X 平台这里做什么？他们在干扰选举吗？三，你们国家媒体以为我们有多傻？因为 TikTok 上的几个短视频，我们自己就无法思考了吗？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更民主的解决方案是废除强制性的国家电视台。朋友们，德国这种强制付费的国家电视台是大多数德国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啊！目前看来还是无法废除，因为政客们不会修法废除它，这是不少政客的旋转门。好，朋友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